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膝盖是人体关节的重要部位，就如同第二个心脏。一旦膝盖出现问题，除了影响膝关节的功能，如走路、跑步、站立、蹲等外，长期下来还可能会造成下肢肌肉无力，甚至影响心肺功能等。很多人常常因为运动过度、意外受伤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膝盖受损。那是不是膝盖动得越多越容易受伤？不动就不伤膝盖呢？事实上，医生说比起跑步运动，久坐不动可能更伤膝盖。医生解释道，长期久坐，脂肪燃烧少，胆固醇增加，可能会堵塞心脏血管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久坐不动，钙化物质堆积在动脉，引起动脉硬化。每天多坐1个小时，患冠状动脉的硬化风险就会提高 12%， 很接近死亡的动作，从头到脚都深受其害。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医学权威期刊《美国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健身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仅为 3.5%，而久坐不动的人群，关节炎的发生率为 10.2%。 看到这个数据，是不是颇感意外？每天坐着刷视频，坐着看电视，坐着吃饭，坐着看报，坐着打牌，这一天下来，似乎感觉身体很放松，但久而久之，关节就会像生了锈的机器成轴一样僵硬。骨科专家表示，在我国，膝骨关节炎是常见病之一，总患病率高达 15.6%， 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在50岁以上人群中，膝骨关节炎患病率正在以10年为单位成倍的增长。膝骨关节炎目前全球第2的高致残率疾病，而久坐的危害不仅只是伤膝盖，从头到脚都会深受其害。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久坐列为10大致死致病的元凶之一。1. 久坐伤心，心脏机能衰退。久坐不动会导致血管循环减缓，会使心脏机能衰退，引起心肌萎缩。对于患有动脉硬化等症的中老年人，久坐血液循环迟缓，还会诱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2. 久坐伤脑，老年痴呆。坐姿保持1小时，血液集中在下肢，循环作用减弱，脑供血不足，缺氧，容易头晕，情绪低下，降低思维活力，甚至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因素。3. 久坐伤血管，动脉硬化。长期久坐，脂肪燃烧减少，胆固醇增加，可能堵塞心脏血管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久坐不动，钙化物质堆积在动脉，引起动脉硬化。每天多坐1小时，患冠状动脉硬化风险提高了 12%。久坐不动，腿部的肌肉收缩减少，下肢的血流速度减缓，增加血栓的发生率。每天固定一个坐姿3个小时以上的人，患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增加了2倍。连续坐12个小时以上，肺栓塞的风险增加。特别是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度高，长时间的静坐是潜在的可怕的危险因素。4. 久坐伤神，头晕眼花。久坐不动，血液循环减缓，还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伤神损脑，表现为体倦神疲，还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的症状。5. 久坐伤骨，颈肩腰背痛。颈肩腰背长时间的处于紧张的固定姿势，不仅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良，还会导致肩颈腰背僵硬、酸胀疼痛，发生头痛以及颈椎病。6. 久坐伤胃，食欲不振。久坐容易引起胃肠的蠕动减缓，消化腺分泌消化液减少，出现食欲不振等的症状，加重人的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的症状。7. 久坐生长结肠癌。久坐的人，肠道、胃部的蠕动减缓，有害成分容易在结肠内滞留，刺激肠黏膜，加上腹腔、盆腔、腰底部等的血液循环不畅，肠道免疫屏障功能下降，
增加结肠癌风险。10人久治，长时间的保持坐姿也容易导致痔疮。8. 久坐伤胰脏。糖尿病细胞处于闲置肌肉时，胰脏反应慢，易产生更多的胰岛素，导致糖尿病。长期久坐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 120%。在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2016年版指南中就明确地指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久坐时间，特别是避免久坐超过90分钟。9. 久坐伤肺，影响心肺供血。久坐运动量小，肺部得不到有效锻炼，会影响心肺供血，肺气肿感染等常见的老年肺系统疾病，大都和肺功能降低有关。10. 久坐伤命，肺栓塞。美国癌症学会发布了一项针对12万人长达14年的最新研究结果，一天坐姿保持6个小时以上，可能会增加早逝几率，女性风险更高。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坐着看电视超过4个小时，与少于2个小时的人相比，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危险性增加了 80%， 其他原因死亡的危险性增加了 46.8%。2. 2招避开久坐危害。专家提醒，老年人韧带开始僵化，肌肉延展性变差，骨骼退化，整体机能都在衰退。人活着就必须要动，化解久坐危害，其实就一个字：动。解决久坐对于我们身体的损害，仍然是离不开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些小的技巧来化解久坐的危害。第一个动作，我们先起立站直，合掌然后往上推的时候，注意要看我们的脚下，脚尖儿要逐渐的抬起来，手往上去伸。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发现，其实你的整个下肢的肌肉是绷紧的，然后这个手尽量的去往上伸，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因为你久坐之后，压缩到一块儿的大肌群，很多就被拉伸开了，然后再慢慢的去展开，最后再一下下来，这个动作做下来，就是整个肌群全都练到了。包括背部两边这个侧条耳都感觉到拉得很到位。对，这个其实就是把你淤积的经络的气血都完全的通过这个动作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再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手一上一下的去抬，然后再加上你的腿，注意来看1、2、3、4、5，然后你的颈部也要放松，接着就加上你的头的动作了。这个动作是不是看着很简单，但它的效果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虽然这2个动作并不难，但重要的是全身运动，就是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全身的锻炼效果都能够达到了。大肌群的全身的运动对于久坐一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是久坐一族，因为工作性质没有办法的话，只有这么短的1-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站起来，把这2个动作做一遍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知道久坐对身体的危害，所以一定要行动起来。另外，我们还教给大家一个保护膝关节的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如果说你今天运动过多了，爬山了，爬楼了，或者是久坐时间长了，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对膝关节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这个动作就是抠髌周8点脉，就在这个髌骨的周围四周有8个点，像滚珠儿轴承一样，是吧？那么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可以在闲暇时用这个手来抠这个髌骨，转着圈儿这样捏揉。你可以试一下，捏的时候是非常的感觉到一个舒适的一种感觉。每天坚持这样捏揉，对我们膝关节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我们还可以用锤击法，我们可以手握空拳，把髌骨周围转圈拍，这样促使它的周围的血液循环，促进里面积液的一种吸收。每天这样按揉拍打几分钟，对膝盖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